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2022年，美联储一直升息，房市动荡不安，在多个负面因素，包括连续升息、通膨、疫情、地缘、乌俄战争、政治情势不稳等因素影响下，房市明显降温，且房市政策未见松绑，都将使房市低迷。如果市场照这个趋势走下去，在连续升息、政府的房市政策等原因下，预期2023年房市将呈降温的状态。再加上台湾将在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人口持续减少，在生不如死的人口逐步减少下，造成的人口红利消失对房市的影响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是趁这一波大量买入自产翻身，还是认为反正将来少子化，房价会持续下跌，等到时候供大于需再来捡便宜呢？如果你把整个历史翻出来看，房市走势很像股市，起起伏伏的，但时间拉长来看，整体是持续上升的。大家看看97年跟08年金融危机，当时房价下探谷底，市场出现抛售潮，那时候如果你反向操作，你现在都财富自由，环游世界了。回归正题，我要说的是，只要金融危机，市场上就会不断印钱，市场上钱多了，货币就会贬值，加上只要我们科技持续进步，通膨就会一直存在，房价资产的物价就会越来越高。换句话说，你手上的钱会越来越薄，你爸爸妈妈那年代的50元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，现在可能只能吃阳春面。看到这里，我想考考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只能选择持有一样物品，你会选择持有现金还是房子呢？看到这里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要持有房子才对，因为持有现金的话，只要资本家利用通胀通缩，你的钱就贬值了。而且在科技持续进步的情况下，通膨就会一直存在，通膨会让物价持续攀升，这代表你的房子也在增值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手上的钱不贬值之外还持续增值。可以说买房子是对抗通膨最好的办法。但是房子不是随便买都可以，房子可以是你的资产，也有可能变成你的负债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过，房子只有在以下3种情况才会是你的资产，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资产负债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买了这间房子，每个月会为你带来现金，那么这间房子就是你的资产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持有这间房子，你每个月都要把钱缴出去，那就是负债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跟银行贷款买房自住，那就是负债，因为你每个月要还房贷。如果你今天买房然后出租，每个月租金大于房贷，那这房子就是资产。大家小时候有玩过大富翁吗？是不是你的资产越多，其他人路过就要给你过路费？当你又累积到一笔资金的时候，再继续买资产，然后你的资产就越来越多，到处都是你的地盘，大家路过都要缴费给你，这就是被动收入。最后所有人的钱都到你这来了，你就成为了最有钱的人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如何最高概率将你的房子变成你的资产。很多人都知道买房子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，所以他们会很担心买了以后房价大跌怎么办，担心如果持续升息而缴不出房贷怎么办，担心何时是进场的最佳时机点，担心资讯落差被中介欺骗了怎么办，甚至不会判断房价会涨的方法等等的这些问题。我今天将会毫无保留把我投资房地产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总结出来的，所以千万别错过影片的内容，因为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。大家如果把我这些道理融会贯通以后，就可以套进去你所在的地区，你从此将会迈向财富自由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照历史经验，平均大约每10年房地产会有一波涨势，也就是说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一生中只有3到4次的机会，大家都很公平，不论你有钱没钱，都有3到4次的机会。所谓20岁看学历，30岁看能力，50岁看财力，绝大多数人在20多岁的时候都是没有钱的，可是到了50几岁时，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已经可以相差到数十倍甚至数百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同样的时间里，有些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赚到了钱，而有些人仍然坚持己见，采用了错误的方法，而失去了时间机会。那么要如何掌握这3到4次的机会呢？2个方法。第一个，尽早开始。首先，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认为要先有一户自住，再来才会思考投资房地产的事。其实这就是他们不能快速累积财富的主要原因。
因为在这种思想之下，一生的获利机会已经丧失了一大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依自己的能力购买了一户自用的房屋时，从购买到贷款可以减轻到能力的安全范围时，大概要10年，机会已经少了1/3。这个时候小孩长大了，又必须换大一点的房屋，由上理可证又要10年，机会又少了1/3。当他们准备好可以开始投资房地产的时候，大多已时不我与，只剩1到2次的机会了。你会常常看到许多人到了40、50岁的时候才开始想投资房地产，虽然能力足够了，但机会却已经不多了。那要如何跳出这种轮回呢？那就是先不要急着买自有住宅，这样可以比别人早10到20年开始投资房地产，自然会比别人多至少2次的机会。对于房地产投资而言，只要能够掌握1次机会，就可以让自己的后半生无虞，完全不受 M 型社会的干扰。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，如果不是急需买一间房子来住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先买来把房子出租。大家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起更多的资产，而不是负债，而知识就是我们最值钱的资产。讲到这里，我还是建议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第2步，正确方法。现在很多高学历年轻双薪家庭，夫妻2人薪资加起来超过8万元，却挤在不到20平的自有住宅里，不但缺乏生活品质，小孩出生后常因空间狭小，不但容易产后忧郁症，也连带影响到夫妻、父母之间的感情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住大一点的呢？常听到的原因是房价太高买不起。我又问他们，如果每个月拿出3到4万元，可不可以租到30平以上的高品质房子呢？当然可以。那为什么不马上改善居住环境呢？一定要等到辛苦一生，牺牲生活品质20-30年才换大房子？那时都已经40-50岁了，教育程度之高，所得如此之高，却因为知识的限制，让自己成为自有房屋的屋奴，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吗？相反的例子，有些年轻人先和父母住，将自己的收入全部拿去投资房地产，可以比别人多1到2次的机会。等到赚到钱，自然可以财富自由，海阔天空。还有些医生的妻子在家无所事事，反正家庭支出有先生在顾，于是全力投资房地产，反而能掌握机会，赚得比每天辛苦工作的医生丈夫还要多。反倒是有些坚持己见的人，在投资房地产的道路上越容易失去机会，到了40、50岁才在午夜梦回时，自问我为何如此优秀，如此努力，财富却比不过那些看起来远不及我的人呢？原因无他，没有掌握时间机会，自然赚不到房地产的投资利益。台湾好的地段房子价格天天涨，增值性有目共睹。可是大多数人为什么不去买呢？最常见的答案是能力不足，买不起。相对的，小坪数的套房增值能力有限，银行甚至限制贷款成数，而且还有严重的供过于求现象。那大家知不知道呢？都知道。可是为什么要买房子的时候，却还是去买小坪数的房子呢？最常听到的答案就是能力有限。郊区的房屋也有出现类似的状况，明知交通不便，供过于求，出租困难，再加上交通成本不断高涨，却还是有许多人去购买。为什么呢？也是因为能力有限，只买得起郊区的房子。这种能力至上论，就是让许多人一生贫穷的重要原因。明知一个地段稀有会增值，却不投资；相反的，明知一个标的供过于求不会增值，却因为自己买得起就去投资，这是投资的最大错误观念，却是许多人奉行不悖的投资方式。要如何破除这种迷思呢？就房地产而言，地段愈佳，面积愈大，品质越好，自然就会愈稀有，愈稀有，东西价值就愈高。因此，要么就不买，要买就是买投资具有上述特质的商品。但是具有这种特色的商品，价格自然也是高的。要如何买得到呢？首先，你要集中力量，集中力量是第一步，要将自己投资的力量集中。房屋可以先用租的，甚至住在父母家；车子可以晚些买，孩子可以晚些生，工作可以更努力，甚至兼差，配偶可以晚些退休。透过这些方式，可以将自己的投资能力增加。房地产是具有高杠杆机会的投资商品，只要增加1分能力，就可以产生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效果，因此储备资金至为重要。第二步，你可以努力筹资低利率资金，不论是向父母借、兄弟姐妹借、亲戚朋友借，要尽可能的运用各种关系，只要能够募集到愈多低成本的资金，就愈能够快速累积财富。房地产投资是没有风险的，唯一需要的是时间，因此不论你借多少钱都没有风险，一定可以顺利偿还。尤其是在通膨严重的时期，币值贬值的情况会越严重，如果还努力的保有现金，就是傻瓜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帮他买了一个30年期2万元的人寿保险，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字。父母辛苦了付了30年的保费，期满的时候拿到了3万元，连请一桌上等的酒席都不太够。这个例子说明了时间对于房地产投资是仙丹，保留现金却是尾药。要留尾药还是仙丹，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如果可以借到低利息的资金，就要借得越多越好，越久越好，那是成为赢家极重要的一步。有些人为了面子问题，不愿意向亲友开口，往往一生贫穷。许多愿意开口的人，后来都赚到了钱，还有余力可以照顾亲友。接下来我们要讲重点了，大家必须要理解，我们投资房地产的核心是看它的价值，而非价格。价格可以是人为炒作，而能带来多少现金流，才是这间房子的价值。房价上涨只是一个顺带效应，我们不是短期投资，等房子升值以后把它卖出去，这个比较偏投机，因为可能你买的房子都没什么涨，加上政府打房，短期内的交易都会被课较高的税率。另外，就算涨上去，持有大量现金也是没有意思的，因为全世界都在大量印钱的环境下，你持有现金也是一直在贬值的。那如果涨很多，我们也不卖吗？答案是可以卖的，但是我们卖了以后是为了去买更大或者更高价值的房子，去收取更多的租金收入。那房地产的价值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价值？就是因为房子是食衣住行的其中一环，是刚性需求。有人愿意付钱居住，愿意承租的人越多，价值就越大，反之则越没有价值。人潮即钱潮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附近来往的人不多，需求自然少，租金就不会高，房地产就不容易有价值。因此，如果想投资房地产，判断租金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工作。而判断租金的方法，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地段。就房地产投资而言，政府愿意投入资源的地方就是地段好，因为能吸引到人口移入，人才是决定房地产价值的核心关键。反之，如果你的地段不佳，财力又不是极度充足，就绝不可以考虑在偏远的地方投资，否则失败率极高。以往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人在石门水库盖游乐园，甚至也有人在外双溪盖游乐园。游乐园的设计虽然都极富特色，但通通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。原因无他，地段不对，财力不足。房地产投资不是投机行为，很多人都以为房地产投资是一种投机行为，其实是对房地产投资缺乏了解。只有很少人可以用低于市价买到房地产商品，因此必须能真切掌握趋势，才有获利的可能。只有很少人可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去购买金额较大的房地产商品，因此必须要有良好的筹资能力，才有获利的可能。只有很少人可以将低租金的房地产卖到好价钱，因此必须努力创造增加租金的方法，才有获利的可能。这些掌握趋势、筹集资金以及创造高租金的工作，都需要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。太多人对房地产投资缺乏知识，动辄以投机的心态参与投资，自然容易遭到损失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些你们听不懂，因为你们只有实践过才会有经验，才能领悟里面的道理。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反正看房是免费的，就多去看房，累积经验，而且你一定要多认识几个中介，对比一下每个中介对房地产的了解，然后把他们的知识全部吸收为自己所用，慢慢的你的能力就会提升上来。希望大家不要误将房地产视为投机工具，而浪费了它没有风险的优点。最后祝大家投资顺利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